歡迎大家收睇呢一期嘅財經坦白講，我係 Cindy，我係 Simon，我係 Arnold。咁我哋接住上一期講呢一個中國同埋香港之後呢，咁我哋就講下歐洲，即係對於特朗普上台之後有啲乜嘢影響。咁其實呢，之前歐洲喺賀錦麗同埋特朗普即係競選嗰陣呢，其實都好少呢一個歐洲嘅即係可能總理啊或者係總統啊，佢哋係會覺得即係支持特朗普，好少可能一兩個咁樣啦。咁甚至呢，佢哋其實都幾擔心呢，就係因為特朗普將呢個美國優先呢一個呢個政策啦，咁其實之後對於歐洲嘅經濟咧，應該都會有一個好大影響嘅。咁再加上可能喺烏克蘭嗰邊嘅支持咧，可能都會比以往會少啦。咁佢哋都會重新去考慮究竟佢要唔要資助咁多錢俾阿烏克蘭去打呢場仗咁樣嘅。咁可以睇到咧，其實之後歐洲嗰個經濟咧都會隨住特朗普上台咧會有啲影響嘅。咁係啦。咁佢講過啦，佢24小時內會解決烏克蘭嗰個問題啊嘛。咁你哋覺得係點樣解決咧？我覺得佢一係就 cut 咗啲即係賣武器俾佢啦。唔係，即係係啊，運咗武器俾佢啦。咁就叫佢同俄羅斯去傾個即係停火啦。咁其實而家個情況之下停火咧，一定係對俄羅斯好大着數嘅，因為啲領土佢佔晒啊嘛。咁一傾完咁冇噶咯，其實變咗放棄咗佢咯。其實唔係呢個都係，其實我都係覺得嗰樣嘢都係佢一貫嘅一啲話術啦。其實都係喺度同歐洲講緊，喂，我俾咗咁多，你哋係咪要俾多啲咧？咁係因為始終如果唔係即係太多戰線嘅話，咁呢一方面其實佢係有條件去維持住烏克蘭嗰個援助噶嘛。咁喺呢個層面上邊，咁咪佢即係話佢冇需要咁早放棄啊。係啦，我覺得最勁嘅出一招就係突然之間就係同就係北約嗰度邀請烏克蘭加入咯，一嘢加入咗嚟。佢話成日話普京成日話阿拜登唔夠膽啊嘛，佢會夠膽啊嘛。咁佢夠膽就係將成個烏克蘭加入咗北約，跟住睇下你俄羅斯你敢唔敢打我？咁我真係世界大戰㗎咯。唔知，你就真係到時就拋翻個波俾普京，你夠唔夠膽打我啦？我覺得歐洲係唔想打仗嘅，歐洲係一定唔想打仗嘅，但係特朗普點諗，你未必係相同咁樣諗，係啦。你話退出北約嗰樣嘢咧，就個機會細好多啦。上次都冇退出啦，即係嗰陣時佢哋要求軍費係大約佔 GDP 2% 啊嘛。咁嗰陣時佔 GDP 2% 嗰度得幾個國家啫嘛。咁而家去到20幾個啦，已經係啊，即係大部分國家都已經知道你上台啊，預先做嘢啊。唉，我都諗住捱多你4年噶啦，係啊，咁咪捱多4年咯。即係美國嗰個即係話整體嗰個經濟制度唔會因為個別人而長期去扭曲噶嘛。咁佢咪等你咯。嗌都嗌過呢4年先咯。其實我覺得有4年都仲係可以接受到嘅一個時間。係啊，因為而最主要最大個影響咧，就應該真係即係烏克蘭係一個痛點啦，最大嘅痛點啦。咁另一個痛點就係關稅啦，因為你始終歐洲個出口都係好依賴美國，都係喺美國都佔咗一個較為大嘅比重啦。雖然好多歐洲國家嘅主要出口都係歐洲自己嘅啫，係啊。但係如果你對外嘅話，美國真係算係一個好重要嘅 buyer。咁而且佢都係佔咗美國貿易逆差嘅第2位啦。其實賺咗好多美金啦，都係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絕對即係話加翻去10%，特朗普係完全唔出奇嘅。咁到時嘅話咧，其實
歐洲經濟你都知唔好噶啦。咁唔好嘅時候，其實再加埋冇咗一個好團結啊，好團結嘅氛圍啊。即係嗰個歐洲嘅話語權可能會由而家阿拜登喺歐洲都好大影響力，咁可能佢退出嘅話，咁啊去翻德國啊，去翻法國啊嗰度手上。而呢兩個國家對中國都係比較偏向友好嘅，你要留意翻。咁所以成個歐洲可能會喺美國疏遠嘅情況之下，會再偏向翻中國多啲啲。咁都係以做生意，咁我呢4年咪做生意咯。你既然你都唔係大家傾唔到偈啦，傾唔到偈都冇問題啊。咁佢會唔會同呢個歐洲施壓話你唔可以同中國玩啊，或者同佢加入貿易啊呢一種咧？唔係佢自己脫離噶嘛，你脫離緊，佢講緊嗰樣嘢，佢個貿易就已經係你冇，都係做雕咯。係啊，咁你要批多咗10% 關稅嘅時候，咁你都要點樣填補翻嗰個貿易上嘅損失？佢唔會理嘅，特朗普佢唔係從來都唔會理你嗰個真係你嗰個即係話國際嗰個倫理嗰啲關係，佢唔係太 care 呢樣嘢。咁如果係咁啦，其實中國即係雖然佢可能會俾美國即係增加關稅啦，但係同時地其實可能佢會賣多咗貨去歐洲嗰邊，可以做翻一個即係幫補咁樣。我唔止埋去歐洲，佢亦都會多啲用東盟，跟住係啊，但係多啲用東盟去出口翻去美國。哦，呢招都係一招好招。因為其實你知道之前 derisking 即係 deris 嗰陣時，咁其實中國都好多產業咧，好多廠搬咗去東南亞噶啦嘛。咁嗰啲已經係東南亞出口嚟噶嘛。雖然後邊背後都係中國人啦，咁嗰啲其實俾你走即係。都係走賺啦，係啊，咁所以你話先運去東南亞做組裝，跟住再運去美國，會多少少嘅，但係總比多收個關稅好好多啦。而且個最大問題係咩啊？最大問題東南亞嗰啲東盟嗰啲國家都買美國嘢噶嘛，係啊，所以佢哋個逆差唔大噶嘛，咁佢哋仲有條件咯，即係話喺嗰度可以擴大翻咯個逆差。咁如果係咁，其實即係我覺得。睇落去好似東南亞嗰邊嘅市場都係一個可以投資下嘅市場，我要咁講，因為即係會可能多咗廠搬過去啊咁樣。你咁睇啊？你覺得得唔得咧？如果我覺得就東南亞係兩邊即係可以食兩家茶。係啊，即係泰國啊、越南啊，其實都係咁樣噶嘛。佢個定位就係中間人咯，就即係你啲嘢唔可以直接出口去美國，即係關稅太高，咁我賣咗俾你先，跟住再賣俾美國 OK 嘅，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即係可以即係找賺一下咯。但係你話前景喺佢呢一塊，佢嘅投資前景係咪好好咧？我又唔覺得。真係有好大嘅價值，即係喺呢一個點上面，即係好值得投資東南亞，又唔覺得唔會因為你頭先所講嗰個 point 而值得去投資咯。因為呢樣嘢最後尾得益係邊個先？咁嗰啲唔會去賺咗啲錢，佢會留翻喺東南亞使，唔會噶嘛。係啊，所以唔會係真係幫到東南亞，反而係其實。反而係之前都講過嗰個傾銷平價嘢去東南亞嗰個對東南亞個損害都大噶嘛。係啊，所以你話嗰度應該此消彼長嘅啫，即係慢慢打翻個和啦。所以其實歐洲呢4年咧，可能係捱嘅個前景係比較悲觀啲嘅。咁日韓咧？日韓又唔同故事咯，一樣都係收保護費咯。保護費好鬼簡單啫，即係之前上一屆日本俾人收人哋軍費增加軍費4倍啊嘛，係啊，最後尾去到捱到去拜登嗰段時間，咪不了了之咯，咪可以係啊，咁你咪又要捱過咯，嗰度就要係啊。
日本唔會放棄日本呢個盟友嘅，佢自己都係嗰啲好堅實亞太核心利益嗰啲位嚟嘅，即係唔會整死你嘅。佢唔係要做呢啲嘢。咁佢始終係攞日本呢個嚟擋住中國嘛。係啊，而且日本都買咗好多美債啊，都好合作嘅，好多位都好合作。所以其實你話真係發生個問題都唔係真係唔會好大。不過本身就係日本本身自己個問題大啲啫嘛。即係而家有終於都迎來通脹，但係個通脹之後就令到自己個經濟更加慘。雖然個股市都叫做幾好，但係始終都係個自己本土個經濟啊，或者係後生仔嗰邊個收入啊，始終都上唔到嚟啊！呢樣嘢係啊，始終你成個經濟循環始終都係喺一個位度棘死晒。韓國都係差唔多，韓國都係保護費嘅問題啦。咁又會係交翻多啲表示翻我尊重你呢個大佬㗎，咁其實就已經冇乜太大問題。韓國嗰邊咧都幾得意嘅，因為咧韓國個總統咧睇呢個特朗普上台，即係唔係上台勝選咗之後咧，打咗個電話咧就恭喜佢咁樣嘅。咁咧就打完電話之後咧，佢哋韓國嗰個造船業嗰個股價咧就突然之間升咗好多，就唔知點解喺呢個板塊，因為其實成年咧韓國個表現咧其實比其他市場咧都比較弱啲嘅，咁但係今次打完個電話之後咧，就係呢個造船業咧就比較強嘅。咁有人就講咧，就有可能係因為美國嘅造船業咧就即係唔係咁好啦，式微啊，係啦，式微咁樣啦，咁就可能咧會借用呢一個韓國嘅造船業去幫佢哋做下嘢咁樣嘅。係啊，而家美國嗰啲航空母艦啊，嗰啲係好需要再整啊嘛，更新啊嗰啲嘢，其實自己因為商業即係太多嘢 outsource 咗出去啦，outsource 咗去韓國，所以其實自己已經冇咗一啲造船嘅即係軍工啊，甚至係一啲普通船嘅一啲造船嗰啲技術已經慢慢全部 outsource 晒。咁韓國係一個機會嚟嘅，如果你要增加呢個包括軍費啊，到所有嘢海軍啊嗰啲都係會落咗韓國袋嘅。係，其實我覺得利好呢個日韓嘅防務即係股或者軍工股，日本嘅重工業嗰啲股票其實都升咗啲嘅，反而就啲出口股啊，車啊嗰啲就驚啲關稅會加，咁就反而跌。咁要揀啱咗股票去投資咯度。咁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傾咗咧，特朗普勝選咗之後咧，對於呢一個歐洲啦、日韓啦有咩影響啦？咁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咧？如果你有意見嘅話咧，可以喺下面留言俾我哋。咁我哋呢一期嘅財經坦白講就到呢度啦，拜拜。拜拜。拜拜。